什么是能量交换啊？如果我今天受到一个人的帮助，但是我没有回报他，那就会变成我欠他的吗？那就改天再回报啊。能量交换。有观众问这个问题，什么是能量交换？应该是根据那种能量守恒定律来的吧？这样啊？对啊，就是能量不灭，能量守恒，所以我送出去的能量都需要一个能量回来的那种感觉嘛。一个能量出去就需要有一个能量回来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啊，就是能量不会不见，就是说需要一个抵消，这样就是有来有回这样子。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这样。那根据这样的定律说的是能量嘛，那其实能量是存在于信念状态上面的，而不是真正什么物质，就不是。它既然是个能量，它就是一种信念的交换。哦，信念的交换。对呀。因为我们有一个观众，他问我们说，他遇到一个老师跟他说，如果要帮他治疗啊，或是上课学一些东西啊，都要付钱，付多少钱，几万块这样。那说这是能量交换，不然就变成说，你欠我这样。那如果是你欠我的，那欠就欠啊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就是可能会不会变成说，以后就要还你更多？能量既然是守恒定律，要给出多少就回来多少，那为什么以后会变需要还更多？没有这种道理啊。所以不会我欠他，我以后要还更多。没有利息这种事啊，没有这种事，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帮助你，给你1块，那可能你这辈子没还我，下辈子遇到我，你给我1块，那不就解决了吗？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。既然是守恒，它就不会增不会减，才叫守恒嘛。反正就是有来有往。那但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既然我们讲的是能量，它就不是在物质层次上运作的。那业也是不是在物质层次上运作？业就是来自于信念造成的作用力。那我们把它解释成能量，那是可以的。那既然是从能量的角度上来看，为什么一定要跟金钱有关呢？那个能量，我受他多少帮助，我拿他多少能量，这怎么去计算呢？对，怎么计算？我到底拿他多少啊？我到底要给多少？有人说一定要给钱啊，一定要给钱。我到底要给他多少钱？有些老师上课，哇，一堂如果他帮我治疗，可能就要10万块，或是开第3眼就要20-30万。那到底是要多少啊？有一个规定吗？那个老师就说规定每个人都要缴多少多少钱这样子。这是一种想法，而不是一种。这跟能量守恒定律或者能量交换其实已经没关系。就是我今天觉得我在贩售一个东西，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很有价值。你说开第3眼20万算贵吗？其实真的能开第3眼100万也不见得算贵啊。但是重点不是在那个价钱，而是重点是彼此的一个感受。就是我今天去参加一个课，比如说5天或多久，那这个课可以值多少钱？如果我用天去算，然后想1天需要2000，那我参加5天的课1万，合不合理？也合理啊。这样，那我可能用这种方式去思考。但是这5天课程，如果我开悟了，我无数辈子以来追求的就是开悟，每一辈子追求都得不到，但是在这一辈子遇到谁，然后得到的，在这5天里面，那这个价值多少钱？对啊，到底值多少钱？1万块吗？绝对不是1万块啊。那你就算把你一生中所有的财富，然后都付出去。够吗？其实也不是一个等值的。那到底什么叫做这个唯一的所谓守恒，所谓对等的，其实是一个彼此的关系，就是你让对方觉得他给出什么是合理的，他觉得是 OK 的，这是一个在心理上的一个负担，一个层次。就是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观众，然后看了我治病的影片，然后他觉得受到治疗，感受很好。然后就马上留言，然后说除了感谢还是感谢，真的太好了。这是他由内心发自去回馈的一个能量，这不就是给能量的回馈了吗？对啊，所以帮人家治疗真的会背业，为什么？它不是凡事都有作用力，我们就想一个很简单。疾病这种东西是怎么来的？可能有千万种理由。除了他自己情绪、信念上的理由之外，其他可能是来自于他对某一些灵魂做了某些事，那些灵魂还没有转世，然后变成我们所谓的冤亲债主什么，然后会对他健康上造成影响。那我们去干涉这个事情，那些灵魂可能就会不开心，然后就某一些作用力会到我身上来。他们也可以一起看的。对啊，这个就变成说是另外一个层次，就变成说，我如何去超度他们，如何去感化他们，这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这个作用力可能会来到我身上来，又或者他因为信念去引起他的一些疾病，
那他今天为什么会碰到我，也是他显化的啊，也是他的福报啊。那如果因为我看了我的影片，他有好转，那不就是他自己的福报吗？怎么会跟他自己没关系呢？就是有一个观众说，他遇到一个老师说，就是最好不要帮人家治疗什么，因为会有业啊。那你怎么会帮人家治疗？而且在网络上，大家爱治疗就治疗，那这样，然后你不是前几天还跟我说，你处理很多煞气，那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，在处理的。那既然有业，你干嘛做这件事情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，就是你做一件事情，如果可以让别人更好、更舒服，你可以做得到的，你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就会背负业力啊，就有些老师说会背你的业力，所以不会治疗。那这样跟慈悲就没关系啊。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有爱心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背？就是有一个道理说，我有机会去帮别人背，那我能服务别人。去背这个业，那我为什么不背？这个不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吗？就是你既然做一件事情是觉得是你是在帮人的，比如说你帮人治病或者帮人做什么，那你都是觉得是帮人的，那不就去帮吗？就是这件事你可以做的，你就去做，不是吗？就比如说我去做一件事情，的确会有病气或煞气回到我身上，那这个是我能够负荷、能够处理的。那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他目前没办法处理，那借着这个影片，那一些能量流到了我这边，然后我帮他处理掉一些，那他就比较舒服了。那没有差，因为这个状态是他目前没办法处理，而我有办法处理。那我就帮他处理一下啊，举手之劳，何乐而不为？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就是目前他没办法完全处理，那我可能也没办法帮他完全处理掉。有些其实是可以的，就是看大家接受的程度，他能够接受到完全，搞不好他真的是可以完全处理掉。那我能帮他处理多少？那也很棒啊。就是对我来说，我目前是可以负荷的情况下，我帮他处理。搞不好以后数量增加到我没办法处理，然后就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处理掉，可能这个影片也会暂时关闭个2天。那我可能那2天就把累积的处理掉，我再开放，有可能啊，不是没有可能，就是在我能够处理的范围里面。我可以去帮大家。那或者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忙，我也没时间去处理我这些状态，那暂时可能也关几天也有可能啊。对啊，就刚好我能做，就每个人可以做他能做的事，这件事刚好我能做，只是这样。可能有一些人他有治疗的能力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背太多这种对方的业吧？一定有这种状况，就是他本身能够治疗，但是他消化的能力可能不足以承担这么多的话，我们也是尊重他没办法去背的原因。那他可以选择说作为一种交换，就我帮你处理这个，那作为能量交换，你给我一些酬劳或什么。但是其实，在能量交换上面，既然是能量，它不一定是所谓的金钱，对呀。但金钱是最直接的嘛？金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、实际。可是这考虑到一些问题啊，对方如果他有疾病，但是他很不方便，他钱就是要吃饭。那今天你跟他收取一个费用，然后比如说5000块，5000块对他而言可能可以吃很多餐。对啊。那他很有负担的情况下，他去支付这个，那这就不是一种很顺畅的能量交换了，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负担。那所以是我如果受到一个人帮助，我给越多钱，那就代表给他的越多嘛，就给他好几亿、10亿、20亿，就可能1万块，或者是10万块、100万、1000万、1亿、10亿、100亿。其实完全不是用数字去衡量，就是今天对于一个穷人来说，这1000块也是很多，但是对于一个很富有的人来说，100万对他来讲根本就是非常小的一个，甚至1亿也这么一点点。对啊，那好，还有500亿，然后他给出1亿算什么？对啊，所以不是用这个衡量了，就是既然是能量，就是这个东西对他而言是多重要，他给出一个多么重要的东西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能量，而不是数字的本身了。这个讲到在以前佛陀的时代，迦摄尊者之前有就是我们说迦叶尊者，然后他是迦摄，没错，的确是念摄。那个迦摄尊者有一天他就到了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去化缘，然后在化缘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老婆婆，那个老婆婆非常穷困，就像乞丐这样，她非常穷困，她好不容易从那个今天别人倒的那个收水里面
弄到一碗比较像样的粥这样，那当然也是酸的，就是臭的这样。那他准备是要吃晚餐用的，那碗粥就是他维系他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样。那个迦摄尊者是佛陀的一个大弟子啊，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弟子，然后大家都认识他，觉得哇圣人来了啊要供养他。那这个老婆婆就没有东西可以供养啊，那就但是他手里面就只有那碗粥，他就把那个碗粥就供养那个迦摄尊者，然后那个迦摄尊者就很开心的就把那碗粥接过来，然后就吃了起来，这样还把它吃掉。旁边一些师兄师弟看得傻眼了，就说：“你怎么会吃这个东西啊？你怎么会给他粥啊？”对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那个妇人怎么这样给这种馊水粥？对啊，太不供养尊敬了，太不尊敬了。”然后那个迦摄尊者就说：“啊，这个是最棒的一个供养，我很欣然的接受。这个粥对那个妇人来说，就是等于像他生命一样那么重要，维系他生命。对啊，我可能一天就只能吃这一餐，但我把这一餐，对啊，供养他这样子，没错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多重要啊。”这个就是真正的能量交换，不是那个数字，不是今天啊，你有个几百亿，然后你拿100万，然后拿来供养，然后觉得啊，我供养了，我供养你啊100万，然后结果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该给的都给了，都给你一点啊，拿去啊，拿去啊。但是这个时代有趣的现象就是，这样的一个供养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就会坐在那个寺庙第一排，大功德主，就一个牌子很大，大功德主。坐在那边供养了100万，哇，好了不起！但是确实，在这个以金钱为主导的世界，给钱是很能贡献很多啦，可以做很多事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一切都讲出发点，就是在能量交换上面也是出发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大家看到觉得很棒，然后在留言上面写啊很感恩很感谢，那些就是最好的一个回馈啊，那能量。非常棒，我们感受到觉得好开心。我们看到这些留言，我们会觉得啊，好，那个能量非常的美好，很感动。所以这些就是最好的交流啊。这让我想到有另外一个故事。佛陀有一次，佛陀就带着他的徒弟出去化缘，然后旁边就是阿难尊者。阿难尊者其实就是专门记录佛陀的话，然后后来变成佛经的那个徒弟，这样，都是专门记录员。那个阿难就跟着佛陀去化缘，然后他们路经一条路的时候，发现一些小朋友啊、小孩在路边玩沙子这样。那就有一个小孩远远看到那个佛陀啊，他看到哇，这个人怎么身体发着金光，这样金光闪闪这样走过来，然后哇，他一定是很了不起的。他就在地上，他们正在玩的沙，他就弄了一小盆这样，然后就端去给佛陀这样就。供养他这样，然后佛陀就很开心，然后把那个沙收下，然后交给阿难，然后就摸摸那个小孩的头，这样，很乖，很棒，很棒，然后他们就继续走，然后佛陀就跟那个阿难说：“你回去啊，帮我把这些泥土啊，就抹在我的房舍后面，这样抹在地上这样。”然后阿难就说：“好。”然后回到那个住的地方的时候，然后阿难就把那个刚刚的土啊，就抹在那个佛陀那个住的房间后面的那个地上，他只抹了一小角而已，因为土只有一点点。然后阿难就想一想啊，就跑去问佛陀说：“哎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他就供养这么一点点土，然后佛陀你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小孩供养的土这样？”他说：“阿难，这个小朋友他有非常虔诚的心来供养。”以后在500年以后，这个小孩会当上一个国王，叫做阿育王，而且他会得到非常多的金银财宝。但是他会把这些金银财宝会来盖佛塔，然后来供养佛，这样他是一个很有福报而且很有善念的一个国王，这样。然后阿难说：“啊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所以有时候这些能量到底付出去的是什么？是看那个出发点。那这样子，那大家都供养这个土就好了。不对啊，那时候对于那个小孩来说，那个土就是他当下最好的东西。对呀。大人不能，大人也说，我也觉得土很好，不错啊。大人可能要在他那个库房弄一盆金子，因为那个是他最棒的。这个佛陀好像也接受过富人的供养，就是有钱人的供养他很多金银财宝，佛陀就冷冷的，这样没有什么反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些对于那个富人而言是非常微小的供养，而且他供养心并不虔诚。他想说啊，
哎，随便给你一点了。可以啦，我有给你就好了。库房里面挑一些比较不美丽的宝石啊，比较差的金子，然后这样挑几样，然后拿来供养这样，然后对，有回馈给你就好了，没有欠你了吧？很多了，很多了啦。开玩笑，这是一些金银珠宝哎。但如果这些金银珠宝是他就喜欢钱，所以他给他钱啊。没错，所以这是一种心意的问题，就是他供养是看那个能量的本质，就是看他给出的那个信念是什么，他就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供养出去，那就是很棒的能量。那如果有一种情况啊，就是例如说他有10亿，那他觉得他就是视金钱如生命，就是钱好重要，他舍不得，对，所以他就想啊。那我觉得，但是我又受到佛陀这么大的帮助，那我给他个1亿好了，2块多。给他1000万都觉得太多好多，想给他又舍不得，就很拉扯，怎么办呢？但是那好没关系啊，我觉得这1000万实在对我来说太重要。那好吧，给佛陀。然后那如果是这种情形呢，就是很勉强的给出，他觉得重要的东西。你看看刚刚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案例，那个故事，就他给的很干脆，那他的福报来的也很干脆，那就一来啪就变国王，这样在某一世，那这个很拉扯哦，那他回来就很拉扯啊，就怎么说？就哇，好像有一笔钱可以赚到哇，但是又进不来哇，好像对啊，就变很拉扯这样，就其实一切都是信念的问题，就会变成说不是说这是什么吸引力法则，还是显化法则、宇宙法则，不是说我给出去就会回来吗？怎么要回不回？我明明上次已经把我仅有的100万给出去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生意看起来要赚1000万，但是怎么又好像只能赚一点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上次给出全部了，怎么这样？对啊，就是他既然送出去拉扯，那他回来时候也拉扯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能量交换、供养，这也是一种能量交换。那很多东西在能量上的交换来说，给与收，这个到底是要如何去评量？其实没有所谓的标准，没有所谓的该如何做，这纯粹是看出发点。你到底多感谢这个人吗？对呀，到底多感谢这个人。但是会不会也就是那种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佛陀这边受很大的益，可能每个人程度不一样。有些人就想说我觉得佛陀不错，他帮到我一点点，那我就给他，也给他一点这样，给他该给的，你也可以这样。当然没有什么是应该，所以就不是说一定要给佛陀。超多金银财宝，也是要看这个人到底在佛陀身上到底得到什么。就是如果得到解脱，那解脱到底值多少钱？解脱不值钱。对啊，拜托，金钱这种东西是一种能量，它也是一种物质，那物质都是虚假的嘛。而且死后这些钱也不在了，但是这种善知识啊、解脱等等是可以带着走的，就是灵魂印记是吗？对啊。也这是比钱还要来的。不能跟钱比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办法比啊，怎么比？没办法，对啊，以金钱为主导，只是说是这个世界的控制的手段啊。对，金钱就是这世界控制的手段，但是，对啊，到底解脱值多少钱啊？真的是。解脱不值钱，那解脱也是无价的。对呀。所以不是用金钱去衡量。对呀。那佛陀会希望大家回馈佛陀吗？不会啊。就是。那为什么会有你给我金银财宝我就冷淡富人就很感动？那照理来说，如果都平等的话，为什么会有分冷淡跟感动？那每个人都很感动，都是给自己啊。他那个只是一种表现而已嘛，就是他能感受到对方有多感谢他，他同样产生多么感恩的心，就是这样子。他本身也是一种。所以说受到那个老妇人的。感谢的回馈，那佛陀收到这份感谢的回馈，他也会觉得很感谢你回馈我，所以又回馈给富人，这样是吗？就表现出让他开心的感觉，就是一种，也是一种回馈，对啊。对啊，所以是这样的，就肯定了他，因为富人会很心虚嘛，他觉得说，我送这个东西是不是很丢脸，然后是到底能不能供养这样？那为什么会把它吃掉？就是因为。要让对方觉得说，这个不仅是可以供养，而且是很棒的供养，对啊。对啊。让他知道说，他供养的事情其实是很棒的。那富人、有钱的人，他就是要让他觉得明白，他供养这些其实
并不没有什么。如果你对啊说哇好多钱哇，哦，好多钱棒，哦，好棒哦。那对方就觉得，呃，对呀、一点点你们就眼睛都亮了，什么，就让他更没有福报了。就是对啊，反而要让他提醒他，让他明白说，其实共享这些其实并没有什么。不是这些数字啦，不是这些真的数字不是这些数字啦。对啊，就是都是一个提醒这样子。你就算给我这些金银财宝又如何？对你，对啊，重点是那个能量，对，依然是能量交换、能量守恒。那来去的其实是能量，就不一定是钱什么东西。对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可能会用这个名义来希望得到金钱，这样。就比如说他教课教学，然后他就收一个很贵的价钱，然后人家说啊你好贵啊，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能量交换，所以应该是这样，就是值这样的钱。其实这完全没有对错啊，他觉得我今天卖一个，我今天在贩售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我的东西很棒很有价值，那我卖这个价钱，那懂得欣赏的人认为值得，那就来买，值得就买啊。对呀，那可以讲得很明白，说我觉得我的教学有这个价值，你觉得值得的话，那你来上我的课，那把它讲明白，没有什么啊，就很棒啊，就是，那你不需要去说成。就是能量交换，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么多，对啊，不给这么多，那能量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换啊，到时候飞了业啊怎样，就不用讲这么多啊。你觉得你的教学，你开启第3元，你觉得值30万，你就说值30万，那人家觉得划算值得，那就来学这样。那对啊，好像听说有什么强迫的什么的，强迫，对啊，就是每个人受到的就不一定啊，就为什么一定是某个数字都不一定啊。对呀，对啊，就是说大家可以不用去听信说啊，能量交换就规定一定要给这个数字，那才是相对相等的回馈这样，其实不是啦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可以说啊，一堂课几天，然后10万、20万、30万，但是重点是你觉得值得吗？对啊。你觉得它值得这个数字吗？不值得，那你就不用去啊。对呀，对啊，你觉得值得，好啊，那你就可以去体验啊，这样。对呀，不用为了什么能量交换什么的，对啊，纯粹是看你觉得他的教学的内容，你值不值得去花费这个金额。好啊，能量交换就分享到这了，拜拜。拜拜。